人县令交接的空档，关岭县衙卷房恰巧起火，许家举家搬迁，销声匿迹，时机拿捏得如此之巧，必是有人想掩盖什么。巫医大叔刘叔出走了，他究竟去了哪里？他又为什么会在屋里藏下一副残局呢？这诸多谜团，我定会查个清楚明白。你是说，他撞墙不但伤了前额，还撞了后脑？不，这不是撞墙撞出来的伤，而是用钝器猛力集中击打所致。你是说，王爷，他两边的腕骨、尺骨、桡骨都有劈裂，这都是生前伤。是如何造成的？为了保护我。保护你？死者许氏当时怀孕已经足月，腹部隆起明显，有人在背后突然猛推了她一下，想造成她自己撞墙而死的假象。她为了护住腹中胎儿，双手及时撑住墙面，因为猛烈撞击，双臂腕骨、尺骨、桡骨都有不同程度的骨裂。凶手一击不成，又用重物猛击他后脑，造成他后脑枕骨骨裂而亡。王爷，我娘不是自寻短见的，她是被人害死的，请王爷为我娘伸冤做主。起来。莫说她是你母亲，纵使她是路旁一副无名枯骨，我也会查个清楚明白，为她洗冤正名。谢谢王爷。好了，你无论如何也是接管此案的仵作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对不起，王爷，我有办法找到我爹是谁。什么办法？王爷，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人的长相是和颅骨有关的吗？记得。有我娘的颅骨做参照，我就能用陶土大概恢复出她生前的面貌。你再把她的面貌画出来，只要有人认得她，应该就能找到认识我生父的人了。恢复生前面貌，用陶土？就像塑人像一样，用颅骨做参照会更逼真。这倒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不过楚楚，她到底是你母亲，你可想好了？王爷，这关系到我娘的冤情。你刚才也说过，就算她是路旁一副无名枯骨，也该查个清楚。何况她是我娘，她死前拼了命的保护我，我是个仵作，就该使出我全部的本事为死者说话。请王爷成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就按你的法子来。谢谢王爷。什么人？老爷，少爷来信了。老爷，是不是少爷那边出了什么差错呀？安郡王在萧恒旧日隐居的宅子里，发现了一具已经藏匿多年的宦官尸首。宦官尸首？这宦官为何会到黔州去啊？当年平定剑南节度使陈英之乱的是秦鸾，后来派兵剿灭逆党残部的也都是北司的宦官，想必是那个时候的人。不过，安郡王断定，这宦官是被萧恒所杀。驸马爷杀宦官，这不对呀！驸马遭反贼毒手，宦官剿灭反贼，在这桩事上，宦官跟驸马该是同一边的才对呀。宦官平定节度使陈英之乱不假，但萧恒向来与北司一党不和，他在朝为官的时候没少惩治这群恶徒。他们如果想借此机会取萧恒的性命，
公报私仇，也未可知啊。老爷此言甚是。如此看来，萧恒果真还有活着的可能。据报，西平公主刚才进宫面圣回来，似乎去了薛府。哦，薛府那边着人看好了。公主请。半夏，你出去门口守着。是。公主请。薛先生，请救我们母子。公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公主有何吩咐？薛某我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您千金之躯，万万不可对薛某行此大礼呀！公主，有什么事，坐下来慢慢说。公主莫哭，莫哭坏了眼睛。公主，这是进宫去了。在下若猜得不错，圣上定是向公主提起了萧将军与冷月姑娘的婚事。先生知道此事？我略有耳闻。我视先生为至亲，与先生知无不言，先生为何要瞒我呢？公主，冷月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您也曾有意让安郡王娶她为妻，为何换到萧将军身上，这就……先生还要如此搪塞我吗？我不是无知妇人，我是李氏皇族，是大明宫长大的女子。冷月是前中道节度使冷佩珊唯一的孙女，圣上这是把锦离往火坑里推呀！公主，既已清楚其中利害，在下就直言了。冷大将军虽是公主的舅父，但也是冷氏的家主。家族利益当前，萧将军若强接西南兵权，怕是会落凶险呐。若锦离真的接过了西南兵权，那我和锦离从此就走上了我母妃的旧路，成为长安朝廷牵制西南冷氏一族的妻子。敢问公主，刚才面圣时是如何回应圣上的？我不是17、18岁的小姑娘了，还不至于在御前使性子。圣上答应容我去给二人算一下八字，暂不下赐婚圣旨。可这也只能拖过一时，还望先生赶紧替我想想办法。我知道先生是景阁老的门生，不愿违拗景阁老的意思。若先生担忧自己的前程，请直言相告，这乃人之常情，我绝不会怨怼先生的。公主，萧将军与安郡王皆是在下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瞒您说，这半日我也一直在思虑此事。公主若信得过在下，在下愿倾力为公主周旋。薛先生有何打算？我打算去一趟西南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找锦衣有事，他人呢？我一早上起来就没见到他，可能还没起床吧。王爷，正好我有事找你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王爷，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有些不知好歹，但是有些话必须说清楚，否则害人害己。有什么话，你直说便是了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我敬佩你的品行和本事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可是，
一直都是拿你当兄弟的。我亦是拿你当兄弟。那没事了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。其实，我听说姑母想让咱俩成亲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。我想趁早跟你说明白。但是现在没事了，咱们以后呢，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好兄弟。你还是我老大。冷月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到这些话，这些我母亲也没有对我说过。我敬你敢爱敢恨，恣意洒脱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但正如你所说，我也只当你是我兄弟。更何况你我本就是表亲，我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我守着朝廷律法规矩过日子，你素来快意江湖，若硬要真把你圈进我三法司，岂不是终日鸡飞狗跳，直到玉石俱焚，两败俱伤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既然话已经说开了，我也有句话要问你。你说。你一向不肯踏足黔州，这次非要跟着我来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就是姑母让我来的呀。你一向不是任人差遣摆布的性子，我猜得出，母亲必是要你为我留意楚楚，以防她对我不利。可这不足以说服你前来，也不足以让你那般舍命救护于她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就是为了楚楚来的。楚楚？对，为了楚楚。因为她和我一样。谁当我们叽叽喳喳的？王爷，哼，你俩说什么呢？楚楚在停尸房办差，不便让县衙的人过去，你拿些陶土给他送过去，陪他待一会儿，不要让他胡思乱想。好。去门口守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王爷，派这么大阵仗，知道的以为你是来找我谈事儿，这不知道的，以为你是偷偷宠幸那家姑娘呢。我看几天不罚你，又要上房了是吗？这两天折腾的哪有力气上房啊？哎呀！什么人？你不是刚起床吗？怎么沾了一脚的泥水？谁说我刚起床的？我是起了个大早，去县里面走访了一圈，查了一下钱字铜钱的情况，然后回来睡了个回笼觉，刚眯了一会儿你就来了。我来找你，确实因为一些姑娘家的事。姑娘？谁家姑娘？你跟我说说。许家。许家姑娘？这可不像是姑娘家的东西啊！分明是些女子的首饰和衣物，怎么不是女子的东西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是已婚妇人的东西，不是大姑娘家的东西了。而且看样式，还都是旧款。楚楚，冷姑娘，王爷说您正在这儿办一桩要紧的差事，让我送些陶泥过来。你验尸还用得着这个？不是验尸，是要见见我娘的样子。见你娘？刚才我和王爷一起去开了我娘的棺，这些陶泥就是用来重塑她相貌的。等做好了，就能找到可能认识我娘的人来确认了。难怪王爷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王爷不放心我？哦，不是那个不放心，是王爷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会胡思乱想，钻了牛角尖。冷姑娘，你放心，我答应过王爷，会像对待其他所有死者一样对待我娘。除了复原面貌是该想的事，其他的我都不想。说起来，我以前学医术的时候也留意过，这人头面上的骨头
对人的相貌是有影响的，不过胖一点、瘦一点，对相貌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呀。好在官里有套我娘的衣裳，是入殓时收整放入的。我看着这些衣裳，就能知道她大概的身量了。等我把这些弄好了，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样子了。王爷，这些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楚楚生母的东西。楚楚生母？那个许氏啊？她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还能……棺材？哎，王爷你太过分了！你查别人身世是一回事，刨别人母亲坟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此事是经过楚楚同意的，发种的时候他也在场。他亲自挖他母亲的坟？他已经验过他母亲的骸骨，现下正在停尸房里尝试复原他母亲的面貌，以为核查他母亲的身份，提供更多线索。这楚楚就算当仵作，见惯各式各样的尸体，但是亲自挖他母亲的坟，检验他母亲的骸骨，这换成谁都不容易啊，王爷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要更慎重地核查这其中的每一份线索，才不枉他这番勇气。你对这些女子的东西熟悉些，你仔细看看，可能辨出些什么。王爷想让我辨出什么？我现在说了，恐怕会影响你的判断，你先看了再说。我去停尸房那里看看。好。说起来，我也不记得我娘长什么样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爹娘也都去世了，后来是熹嫔公主照顾我长大的。熹嫔公主？你为什么会跟着王爷的娘呀？你爹娘过世的早，不是还有爷爷吗？我没跟你提过吗？王爷的母亲熹嫔公主是我的表姑母。当年我爹娘出事，家中一团大乱，是姑母将我接入府中照顾我的。你方才说的那个人啊，在我爹娘去世多年以后才回了一趟长安，还是奉诏入京来参拜新君的。我要是等着他回来打点关照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。我就是发发牢骚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尤其别跟王爷还有萧锦离说，他哥俩总想在我跟那个人之间说和，尤其是那个萧锦离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我一准又要挨通虚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。冷姑娘，你也别太难过，我觉得你照照镜子就能知道你爹娘的模样了。照镜子？是啊，大家都说长相是天生的，其实不是，长相都是爹娘生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仔细研究过的。人的骨骼相貌不会凭空而来，都是随爹娘的。就比如说，如果夫妻两人没有鼻梁高挺，那他们的孩子就很难是高鼻梁。还有这儿，如果夫妻俩都是单眼皮，那他们的孩子就不可能像我这样。这还挺有意思，我以前还真没有留意过。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长什么样子，可是你生得这么好看，一定不止你爹一个人的功劳。楚楚，谢谢你啊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黔州吗？你说过的呀，是熹嫔公主让你来的。我回长安之前啊，就听说过你。起初我以为你接近王爷是别有居心，但是后来在长安见到你之后，我就知道是我冤枉你了。我在江湖上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我一见到你就知道，你和我是一样的人。我是个仵作，和你的出身就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怎么能是一样的人呢？我说的不是出身，是所求。所求？你不远千里去长安，和我千方百计逃离长安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实现心中所求。你求的是一个当仵作的机会，我求的是不被宗族关系左右的自由。这世道给女子的机会并不多，我看到你拼尽全力去争取当仵作，我就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。
所以啊，我这次答应姑母跟你们一起来黔州，就是想帮助你得偿所愿。现在王爷终于留用你了，恭喜你啊，终于要成为三法司的正式仵作了。冷姑娘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我不过就是一介闲人，自作多情。你真正要谢的呀，还是王爷。不说这些了。哎，依你看，你觉得王爷、锦衣和萧锦离他们三个谁更好看？都好看啊，不过好看的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景少卿是五官生的好看，萧将军是肌骨匀称结实，王爷嘛……我跟你说啊，王爷的颅骨肯定特别好看。我果真没有看错人，你可真是个绝好的仵作。不过，王爷虽然生得好看，可我总觉得他不该长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什么？王爷和萧将军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吗？是啊，他俩是西平公主一胎双生的，双生子有时候也会长得截然不同，这没什么奇怪的吧？双生子长得不像没什么奇怪的，可是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看父母的骨骼相貌就能推测出孩子的相貌，虽然不是10成10的准，但是看萧将军和王爷的相貌，总觉得他们不像是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兄弟。嘘，这话你可别被萧锦离听到，他护起王爷来是什么样子，你可是见过的。要是被他听见，一准揍你。依我看吧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一个长得像父亲多点，一个长得像母亲多点，又或者是王爷在娘胎里自己拿主意多了点。我跟你说啊，王爷从小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，兴许是他想长成这样就长成这样了。那王爷的眼光还挺好的。王爷，鲁王爷，怎么样？陶像做的如何了？做好了，不过我是第一次做，可能做的不太好，但是大致的眉眼轮廓肯定不会错的。做得很好，余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安排。今天辛苦了，赶紧回去休息一下。有什么线索，我会亲自去告诉你。谢谢王爷。冷月，替我送他一下。好，走吧。孙公公，秦公公。秦公公，你出去。是。知道为什么把你留在这儿吗？秦公公问你话呢，张嘴啊！死了？是啊，好像吞了毒。西域草无头，还真是西南的人，好大的胆子，把手都伸到宫里来了，把我当眼下耳背吗？哼，只怕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儿撒野。师傅，你这说谁呢？你能确定在宫中散布昌王之事的就是此人吗？
千真万确啊！哎，咱们来的突然，他仓促赴死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未及销毁，给我仔细的搜一搜。是。师傅，什么东西啊？您看博古斋的取货单啊。博古斋。掌柜的，秦鸾道怎么这儿来了？请。孙公公，快，奉茶！哎，不必了。你是这儿的掌柜的？小人贱名池方，正是博古斋的掌柜。哦。问秦公公安，秦公公亲临小店，小店无上荣耀啊！这好像是一位小公公呢。自居在这儿，我这就去取东西。秦公公，您稍后。秦公公，手艺不错，可与宫里的工匠比肩呐。秦公公谬赞。哎，他送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还跟你说过什么吗？只是说修补一下这个物件，其他的并没说什么。总听朝中的官员们说呀，这个博古斋是长安风雅人士的粮仓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啊，哎，你看看，连掌柜的都失敬不离手啊！附庸风雅，附庸风雅而已。秦公公谬赞，小人实不敢当啊。哦，难得秦公公光临本店，这样一点小意思，请秦公公笑纳。秦公公，赤掌柜，太客气了呀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秦公公慢走。暖姑娘，你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没事了，你不说我都快忘了。你这样帮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好谢谢你了。嗨，我请你吃东西吧，前面有家脆烧粉，是关岭县最好吃的。好啊，走。看得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楚楚那边呢？还顺利吗？他做得很好。我让冷月先送他回去了。你找我下象棋什么意思啊？陪我下一局，活络活络脑子，再看正午。这有什么意思？
这是个残局。残局？哎呦，王爷，你就别折磨我了。你知道我下象棋的能耐的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从头开始你都能赢我10回，还残局？只要赢了我这一局，今年被我扣的俸禄如数还你。真的？要是输了，近3个月的月俸你就不要想了。您的粉儿。谢谢老板。稍等一下啊。黄高八。哎，我想吃那个，你想吃吗？黄高八啊。好，我去买。哎，不用，我去买。正好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。大家看看啊。老板加水。看看香包。姑娘，老板尝尝吧。好啊。这可是我传家手艺。好香啊！当然了，自家学。楚楚，楚楚，王爷，我看你下决棋比看案卷还累。我脑子都浆糊了，还要过3个月的俸禄。不行，我要去休息会儿。好好看物证，否则还有的扣。兄长。王爷，兄长免礼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大哥。什么事儿？论轻功，你相比锦衣如何？你要说论功夫啊，那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打趴下。但是要论轻功，虽然不大情愿，但确实是他略胜一筹。以他这样水准的轻功，如果有意悄悄潜到离你2、3丈的地方，你是否能够察觉？他那家修为很浅，如果留心的话，我肯定能察觉。但要是有所分心，就难说了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没事。王爷不好了，楚楚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刚刚，不到1刻的功夫，在离县衙不远的集市上，我转身买个东西的功夫，那人就把楚楚打晕掳走了。都怪我，是我太大意了。看清是什么人了吗？一个中年男人，中等身量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就一个人？就一个人。就一个人还让他跑了？我……景玉，我去调集人马。冷月，你马上再找郑有德借几个衙役，务必带上县城谭贵，他是本地人，更熟悉这里的情况。好。快！王爷，就是在这儿。那人抓了楚楚以后，就钻进这条巷子。我只是稍微晚了1步，他们就不见了。那边，此处附近住的都是什么人家？回王爷，附近都是寻常百姓，做小生意的居多。若下官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没有犯前科的。正是。冷月，你说你刚追上去的时候，刚好有一辆马车经过，你被拦了一拦，所以没追上。是。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王爷，就在这儿。车辙印，马车停放处，楚楚的位置。这人知道冷月身手好，反应快，是故意安排马车阻挡冷月。楚楚，曾经见过冷月，楚楚，了解冷月的身手，是许攸归。景玉，这是不是楚姑娘的？在哪儿找到的？那个筐下面。筐下面？这不会是楚楚掉落的。许攸归派人阻拦冷月，打晕楚楚带走。如此短的时间，还特意将簪子留在筐下。他是故意的。谁是故意的？
许如归，大哥，你带人在这继续找，留下2个衙役帮忙，其他人先回县衙。好。哎，这事儿会不会跟景逸有什么关系？你是谁啊？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官府衙门的人，安郡王你知道吗？我是他手下的仵作，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我当然相信他会来找你了，楚楚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其实，你也知道我的名字，只不过那日兵荒马乱，你也许对我这张脸印象不深。或者你只是记住了，在如归楼里我的另一张脸。你是许如归。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没遇见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，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岁月长，情意浅，人世间遗憾，没有你相伴，多远都走不散。你笑这一秒，借我一生来守候，只为你牵挂这次